今天做了特浓牛乳棒，这个面包超适合新手，操作简单，面团也不会粘手，但是成品非常软，外皮金黄酥脆，大家也做起来吧。先煮一个牛奶糊糊，面团不粘手也能松软的秘诀就是这个。牛奶里边加入高筋面粉，搅拌均匀，小火给它熬成这样浓稠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放到冰箱里，等它完全凉透就来揉面。加一个鸡蛋、糖盐、酵母、牛奶、面粉、炼乳，再把这个牛奶糊糊放进来。如果没有炼乳，你可以用7克牛奶和8克奶粉代替。这个配方手揉也是可以的，揉到面团光滑出后膜了，再加黄油，揉到破洞光滑或者有少量的锯齿就可以了。厨师机就是5档揉10到15分钟，然后加黄油，最后揉到这样的膜就好了。揉好的面团温度别超过28度就行，然后给它放在不超过28度的环境里去发酵，发到2倍大，按下去有轻微回弹，然后就给它平均分成6等份。轻拍一下排掉大气泡，然后给面团滚圆。松弛30分钟，然后先压扁再擀开，给它擀成长方形。翻面90度旋转，再整理一下，给它尽量整理的规整一些。上边可以窄一点，底下宽一点，像一个梯形，然后压薄底边，再从上到下卷起来。卷完以后再给它搓长，搓到21到22厘米的长度。这个面团因为含水量没有那么高，搓的时候可能不太好搓，可以松弛5到10分钟，然后再搓。搓长以后给它摆在烤盘上，然后轻轻压一下，给它固定好，就可以拿去发酵了。因为我一盘烤不下6个，所以我是分2盘的。一盘我是放在发酵箱里发酵，32到35度，另外一盘在室温下发酵，室温是22度。发酵温度不同，发好的时间也不同。32到35度的那个会先发好，差不多50分钟就可以发好。22度这个要发1个多小时，所以我就可以一个烤箱分开来烤2盘了。面团发到2倍大，给它薄薄的筛一点面粉，然后割3个口，在割口处挤上软化的黄油，然后放到烤箱的中下层，上火200度，下火180度，烤13分钟。我这个是卡式 750S 新升级版的，如果有同款烤箱的话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我用石板烤是因为石板受热以后保温性非常好，放在石板上烤可以缩短面包的烘烤时间，这样面包就会更软。没有石板大概要烤15到18分钟，有石板烤12分钟左右就好了。石板是买烤箱送的，近期有要换烤箱的朋友可以看看卡式 750S 新升级版的烤箱，这款烤箱非常好用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，强烈推荐给大家。到卡式旗舰店跟客服报暗号幸福的眼泪可以享受最低优惠哦。黄油烤的时候融化流到底部，被面团吸收，所以面包烤完以后就会非常香，颜色也是金灿灿的。烤第2盘的时候，正好我黄油没有了，我也懒得装了，就留一个不挤黄油对比一下。最后我得出结论了，挤过黄油的表面的割口能长得更大一些。看这2个，但是没挤黄油的这个感觉它长得更规整，但是还是挤过黄油的更香，颜色也更漂亮。大家赶紧去做吧，这面包是真的非常好做。现在这个是第2天的状态，表皮也不会皱，然后摁下去还非常的软，就这样直接凉着吃也可以，但是如果再加热一下它会更好吃。加热的时候就把它放在烤盘上，表面喷点水，因为我喷壶坏了没有喷壶了，你就假装我喷水了。如果你想表皮脆一点的，就用230度烤3到5分钟，如果温度太高的话，复烤完颜色会深一些。如果你不想要那么深的颜色，可以用200度烤3到5分钟。复烤完表皮是有一点酥脆的，更好吃。我还没有用太高的温度烤，要是用230度烤的话，它会更脆。好久没有吃三明治了，让我好好享受一个美味的三明治早餐吧。奉劝大家千万不要一次吃1个。本来做好以后我是打算分我老公1半的，结果他不吃，他要睡觉。吃了1半以后，我看了看另一半，我一想，哎呀，放凉了就不好吃了，然后我就都给吃了。